原本我是不想回村里摆酒的，是我妈在电话里不停劝我，大龙，你这么多年没回来过几次，妈想看着你成家，这样妈死了也踏实了。妈，你别瞎说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长这么大，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。小时候，我们娘俩的日子过得很苦很苦。我3岁那年爹就死了，妈一个小学文化的女人，在穷山沟里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，受过的罪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好在我还算争气，上初中时忽然知道努力了，考进县里重点高中，又玩命学3年，考去北京上了大学，毕业后没几年就到深圳单干，当了小老板。从此山沟里的野孩子摇身一变成了大城市才俊。可是妈却没能跟我一起出来。我考上大学之后，她觉得心里踏实了，磨不过村里3姑6婆，通过他们说亲嫁给同村一个姓黄的老官夫，也就是我现在的后爹。有了新家庭，她就不能跟我走。想到她这一辈子的坎坷，我犹豫半天，还是说出她期待的这句话：行，妈，那我回去摆个酒，也算是给你一个交代。妈在电话那头破涕为笑，哎，好，妈等你。当天晚上，我跟刚领证没多久的妻子周素提了这件事。我手语打得飞快，周素一度没看明白，要求我重复一遍。于是我慢慢告诉她，我妈想让我们回我老家办婚礼。周素点点头，脸上浮现出微笑和淡淡红晕。她也用手语回答我，太好了，我也想去看看她。这2个女人都很苦命，她们还没见过彼此呢。我把周素揽进怀里，轻轻抚摸她顺滑的秀发。我妻子是孤儿，还是天生聋哑人？在深圳相识之时，我是小公司老板，她是一名程序员。她的奋斗史比我的更励志，更充满血泪。我们算是一见钟情。一开始我不会手语，就用纸笔跟她交流。我还惊喜地发现我们是同县老乡。经过几年恋爱，我和周素终于登记结婚。我一个人的公司也变成了夫妻店。现在我们2口子合计了一下，决定安排好公司的事就回村去。我觉得此行最好不要太招摇，也是因为想低调，在外打拼的具体情况，我甚至都没跟我妈细说。平时我在深圳开宝马，这次下飞机后，我特地在老家市里租了辆很朴实的大众来代步。周素平时就比较简朴，从她的穿戴也看不出我们有没有钱。当我开着大众顺着进村的黄土小路开过去，远远的就看见我妈正站在村口翘首以待。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。我们把妈接上车，带着她一起往家的方向去。周素原本坐在副驾，现在陪着妈坐到后座去。妈拉着周素的手，仔细端详她脸蛋。这么漂亮的姑娘，你小子真是有福气。看周素只冲着她灿烂的笑，也不说话，又看她跟我打手语，妈明白过来。小老太太脸上带笑，却掉了眼泪。妈，你别在儿媳妇面前哭，第一次见面至于这么激动吗？我心里也发酸，还故意逗她。通过后视镜，我看到周素把我妈拥进怀里，老太太把头靠在儿媳妇肩头，边笑边擦泪。等到了家，我才发现很多事其实并没有变。我家的房子前几年翻新过，钱是我给我妈汇的。可是，一进正屋，我就看到一个老头坐在正中间的太师椅上抽烟，一脸霸道，仿佛他才是这个家当之无愧的主人。这位就是我的后爹老黄。他看见我，表情就像见了棺材，脸更黑了。我妈在旁边拽我衣服，大龙，见了面要打招呼。黄叔好，我冷冰冰地说。后爹点点头，眼皮还是耷拉着，好像看都懒得看我。妈带我和周素到后面院里，她早就腾出西边一间大屋子，专门准备好给我俩住。我们进去一看，屋里收拾得干净整洁，大红绸面绣鸳鸯的被褥、枕套，还有墙上窗上贴的红色双喜字，无不透着喜庆。周素的小脸有点红，妈拉着她的手，告诉她这个摆设物件是什么寓意，那个家具朝向又有什么讲究。娘俩左看右看，脸上都堆满了笑。我心里自然也高兴，但想到坐在正堂上的那个老头，心里阴影还是挥之不去。这些年来，每当我问我妈老黄头对她怎么样，她总是支支吾吾。我妈这人不会撒谎，说不出个1、2、3来，就意味着确实受了委屈。这次回家，我也做好了打算，一定要把她带走，就算拖，也要把她从这个村里拖出去。我和周素把住下来要用的东西都收拾好，妈几次想帮忙，都被我拦住了。儿子和新媳妇回家，哪有妈动手干活的？我让她在旁边坐好了。儿媳妇好看，你就多看2眼。我妈笑着骂我一句，粗糙的大手拍在我背上。都收拾完了，我说要带周素在村里转转。周素虽然跟我是一个县的，但是这个村她从没有来过。我们村风景相当不错，村庄背靠青山，面向一湾绿水。我带着周素爬上时经常来的一个山包，站在这里往下看，能望见全村所有的房子，红色和橙色的瓦，白色的墙，有新房也有老房，错落有致的排在一起，还挺美的。周素用手语告诉我，你老家真美，可比我们村强多了。回头你也带我去你们村看看。我笑着回答他。谁知周素的脸色却突然变了，她急急地比划，不，我永远都不想回去。看着她蒙上阴影的小脸，我知道自己说错了话。周素跟我说过，她爹妈当年是死于恶疾，
那时候他还很小，一开始还没被村干部送去镇里的孤儿院，在家吃了大半年的百家饭。就在那段日子里，曾经有个叔叔侵犯过他，当时年纪小，也不懂该报警，竟然让那人逃走了。这件事过去不久后，他就被送到了孤儿院，在那里的老师们的关爱下，才逐渐恢复正常生活。我和周素都是苦命人，无话不谈。早在我们相恋之初，他就对我讲过此事。今天只怪我衣锦还乡，得意忘形，竟然忘了这事，还说要回他们村。我真是想扇自己2个大耳刮子。就在这时候，只听我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哟，这是谁啊？这不是韩龙吗？”我转过身去看，周素是听不见的，只是看我转身了，他也回过头去。一个穿着皮夹克的男人迎上前来，脸上似笑非笑。他身后跟着个阴沉着脸的半大后生，两人的长相有7、8分相似。我认识这个男人，他叫于书强，跟我同岁。小时候在学校里，我俩没少打架。他爹是我们村老鱼头，也不是一般人物。30年前在村里干出了第一家民营的厂子，后来厂子虽然倒了，但老鱼头还是全村首富，在全县都有点势力和名声，也不知道靠着什么勾当，一直富到了今天。我知道于书强还有个年幼的弟弟，叫于振强，想必就是跟在他身后的这位了。还没等我搭理于书强，他的眼珠子开始在周素身上滴溜溜地转。这位幼时，我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拉着周素就要走。于书强却闲皮赖脸地挡在我身前。怎么啦？老同学见面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是不是太不给我们老于家面子了？你们现在站的是我家的山头，是不是得有点礼貌？我头都没抬，拽着周素走了。我只想着离这帮恶心玩意儿越远越好。谁知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那个后爹老黄竟然跟我说，我办婚宴必须要请老鱼头全家。什么？我一听这话，立刻撂下筷子，声音有点大，把我妈吓了一跳。老黄的脸色更难看了，没听清吗？我说你必须请你于叔全家来。我拉下面孔，看了看我妈，只见我妈面如土色，低下了头。周素虽然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，但她冰雪聪明，看到我和老黄的样子，也就明白了几分，知道一定是我和后爹起了争执。他用手语跟我比划，别跟他吵架，有事好商量。怎么了？我说话在你跟前没用。老黄又补了一句，这句话彻底把我的火拱上来，你知道就好。真把自己当我爹了？你……老黄没料到我能说出这么句话，气得要死，一张老脸上连褶子都开始哆嗦。他抄起旁边的拐棍，就要往我身上招呼。我一闪身就躲开了，拐棍砸到桌上的盘子，将瓷盘砸成了好几片。周素慌忙站起身，躲进我怀里。要不是我妈拉着，说不定我的老拳早就挥到后爹脸上了。我带着周素回了自己那屋。过了没一会儿，我妈也进来，脸上全是泪痕。大龙啊，你说你这脾气怎么就不能改改，就当是为了我？妈，老黄都这德行了，你还跟着他干嘛？这回你就收拾收拾，跟我们回深圳。我妈两泪连连，似乎有诉不完的苦，却又像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我跟她说，婚宴我也不想在村里办了，趁早带着他一走了之好了。我妈却说，我在这儿活了一辈子，就是希望能靠你长长脸，让我风光一回，让人家看看我这个寡妇家门里也能出好孩子。就这么点心愿，你都不能满足我吗？我想了想，回答，那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婚宴一办完，你说什么也得跟着我们一块走，离开这个地方。我妈想了半天，点头答应了。还有，我绝对不会请于家的人，不管老黄存的什么心，都让他消停消停，别借我的场子给他自己拉人情。其实老黄和我妈虽然没说，但我大概能猜到一二。老黄从年轻的时候心气儿就很高，爱自己倒腾买卖，但是架不住志大才疏，扔进去的本钱基本上全都打水漂。老黄原本也只是个普通农民，钱从哪来？十有八九就是跟老于家借的。这回我回家办婚宴，就算再财不露白，人也都知道我是从大城市回来的。老黄肯定是想借我这个婚礼给老于家卖人情，自己一分钱不花。算盘打得可真是太响了。我妈看我态度坚决，也挺无奈的，说她去替我转告老黄头，叫他别打这个主意了。我点点头，我和我妈算是谈妥了。无论这个婚宴有多糟心，我也给老人家风风光光办起来，就当是为他的山村生活画上个圆满句号吧。我妈这一辈子为人忠厚，又乐于助人，因此人缘挺好。特别是个家的阿姨、嫂子，跟我妈交情都不错。听说我要在村里摆酒，这些人都自告奋勇来帮忙。一时间，我妈家里热闹起来，出出进进的人不少。老黄虽然还是阴沉着脸，但他也不好不给乡亲面子，偶尔还勉强陪陪笑。摆酒的日期是我妈亲自照着黄历挑的，就是本月11号。眼看就要到日子了，周素显然也有点紧张，跟着我妈和嫂子阿姨们的节奏试衣服、试首饰。首饰也没别的，正是当年我妈嫁给我亲爹时，我外公外婆给她的陪嫁，一对金镯子，一对镶着翡翠丽的金耳环，还有一条金项链。就这么简单几样，样式也老。周素戴上以后，竟然雍容大方，好看得不得了。大家都夸我太有福了，从哪里找到这样仙女式的老婆？
周素听不见大家说的话，但看嘴型，看神态，也知道女人们是在夸她，俏脸上就染了红晕。我当然高兴，我就是全村，不对，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。由于担心我妈太忙累着，我白天也想跟着准备婚宴的事，只是村里女人们都说不能让新郎官插手，一头不好。我只得乖乖待在新房里，对着笔记本电脑处理工作。而无论老黄还是我妈，都再没提起请瑜家人的事。我也就当什么也没发生，心里只想着赶紧摆完酒席，赶紧撤退，空闲时把我们3个人的返程机票都订好了。婚礼前一天，我妈把我赶出新房，让我单独去一间屋里睡，周素则要跟着她到另一间屋去睡。在我们老家，这叫守媳妇，婆婆和媳妇一起过着婚前的一宿。入乡随俗，我和周素都接受了我妈的安排。在院里，周素恋恋不舍地拉着我的衣袖，我抱了抱她，用手语安慰她，说再坚持2天就解放了，就能回家了。周素点点头，回答我，只要妈高兴，我怎么都行。结果到第2天我才意识到，我、周素还有我妈的确是太天真了。第2天天还没亮，我就听见房门外面有很多人在说话，一看手机，才凌晨5点。结婚这天要早起，这个我知道。于是我赶紧穿上白衬衣，又套上西装，穿上西裤，还没忘了打领带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推开门，只见院里站了得有10几位阿姨和嫂子，都是我们村的熟面孔。他们原本在七嘴八舌说着什么，见我出来，却突然都安静了。我妈就站在他们之中，一看见我，眉头皱得更紧。大龙，你看看，她努了努嘴。我顺着她目光方向望去，只见家门口站着个人，也是个中老年妇女。她是，你不认得啦？她是于婶啊。我妈小声在我耳边说。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老于头的老婆。许多年不见，我都忘了她长啥样了。只是现在她看上去好像有点委屈，半垂着头，手里抱着个大盘子，上面的东西被一块红绸子盖着，大大的一只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那个大龙啊，我是来给你送个猪头。于婶说。其实于婶跟我妈算得上是远方表姐妹，还真是有血缘，能数得着的那种亲戚。我小时候我爸还没走的那会儿，她还经常来我家看我和我妈。后来渐渐也疏远了，因为没请于家的人，所以于婶当然也被我们这个婚宴排除在外。我妈和她大眼瞪小眼的，都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。我看出妈在为难，就走过去接过于婶手里的盘子，谢谢婶，这个我收下了。我们家情况比较复杂，这次就不请您了，希望您别见怪。以后有机会我单独跟您赔礼。于婶还是低着头，一副受气小媳妇的样子，唯唯诺诺地边答应着边离开了。我听到旁边有几个大嫂在议论，这个于婶一辈子被他家老头坐在头上拉屎，可真惨。是啊，儿子也都不孝顺，这活得有什么劲？我妈转过脸去，大喜日子，大家给我点脸面，咱不议论人家的事。女人们赶紧应和，是，咱们快张罗大龙的婚事。按照老家风俗，新郎原本是要由兄弟们陪着去新娘家里接亲，时间越早越有福。我和周素是大老远回来的一对新人，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娘家，这一步就省了。一群女人家帮我把穿着大红喜服、盖着红盖头的周素从房里搀扶出来，我欢天喜地在前面走，真是感受到做新郎的快乐了。一群跟着妈来凑热闹的孩子，一会儿在院子里鼓掌起哄，一会儿又到我家门口放起鞭炮来，鞭炮噼里啪啦震山响，要把全村的人都从梦里叫醒了。我心里忍不住得意，谁能想到曾经人人都能踹2脚的韩龙，现在风风光光娶媳妇。他们更不知道，韩龙已经不是那个傻小子，现在也是有点家底、有头有脸的人。我妈看出我飘了，直拍我的后背，别嘚瑟，收着点，拉着新娘子往新房方向去。路过老黄的卧房，我看见里面黄惨惨的灯亮着，却不见老头的人影，想必他是还没起，开了灯躺着听响呢。按照婚俗，新郎新娘原本都是要拜高堂，给父母磕头的。但是周素没有父母，老黄这个爹我也不认，于是我们就在院子里先拜了天地，然后跟我妈一个人磕了头，敬了茶。行礼完毕之后，我牵着周素进了新房，没再往老黄那边多看一眼。在房里跟老婆腻呼了一会儿，我犯困，倒头睡着了。等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上午11点。我是被妈推醒的，翻身起来，发现周素已经坐在旁边的梳妆台前补妆了。还睡呢，快起来！席都摆好了。我妈说了我一句，转身出了房门。我赶紧和周素一道出去，只见长长的流水席就摆在院子里。村里我想得起来的熟面孔几乎都出现了。我小学、初中的同学们，还有从小到大的邻居街坊，纷纷拖家带口来吃席。一看我从屋里出来，人群中轰的一声，新人出来了。怎么才起来？大龙当新郎了。也有几个儿时的伙伴说我这么当新郎不合规矩，叫客人们自己吃喝，不出来敬酒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他们的热情也感染了我，让我觉得回村也不完全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。我和周素端起旁边一人递过来的酒杯，开始跟大家轮番敬酒。大家都夸新娘子漂亮，说我韩龙是上辈子修出来的福分，能娶到这么美的老婆。
我正被大家捧得飘飘然找不着北，忽然场子上的喧哗声似乎变小了，又过了1-2秒，大家都安静下来。我正纳闷，顺着大家的眼神往院门口看去，只见那里站了几个人。打头的那个我这几天刚见过，是于书强。他低于阵墙，还是像上回一样跟在他屁股后头，像一条猪尾巴。哥俩晃晃悠悠就往院子里走，这时候我才见他们后面还跟着一位，是个老汉，手里煞有介事拄着一根龙头拐，但身板挺直，步子迈得很大，除了头上的白发，脸上的老褶子，从体态上看不太像老年人。然而我认得他，知道他已经60多了。这人就是老于头，我们村的一把。乡亲们看见于家父子，都闭上了嘴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大龙，好久不见啊，怎么办喜事把我们于家给忘了？老于头开了口，语气倒是挺和蔼的，但大伙似乎更害怕了。我下意识回头看周素一眼，没想到他的表情比在场任何一个人都更难看，几乎是面如土色。我注意到妻子的一双大眼睛牢牢盯在老于头脸上，眼中满是惊恐。我伸手过去握了握他的手，示意他不要怕。正要答话，一直憋在屋里没出来的后爹老黄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：“于老哥哥，真是对不住，请您请得迟了。”老黄抢上前去几步，2只手握住老于头的手：“老弟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请我们来跟大龙请根本不是一回事。你家大龙是没有把我这个叔叔放在眼里，根本不拿我们当乡亲啊。”老于头说着，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，挨着他的人都低着头不敢吭声。我心里的气儿更不顺，忍不住就要对这个姓于的2句。毕竟我妈是我在这个村唯一的牵挂，她也马上要跟我走了，我还怕这么个糟老头。于大叔，您这话就严重了。这是我韩龙结婚，这点主我自己还做不了。况且黄叔叔也不是我爹，我爹早死了，谁也别想来给我当这个爹。你给我闭嘴！老黄被我这几句话吓得面如死灰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于头也拄拐，他现在出屋来也没带那根拐杖，否则早拿他抽我了。听你这意思，好像对我也有点意见。我的脏话就在嘴边上了，眼看就要冲口而出。这时候我妈突然失声叫道：“大龙，你快看素素！”我妈话音刚落，只听咚的一声，周素晕倒在地。乡亲们顿时慌乱起来，也顾不上于家父子来闹场这事，纷纷赶上前来要帮我抬周素进屋。我也吓得够呛，立刻将老婆连搀带抱地弄进屋里去。村里卫生所的大夫刚好也在，叫跑得快的后生去所里拿来听诊器、血压计等等仪器，给周素检查了，发现她是心率过快、血压升高、晕倒的。我知道周素有高血压的毛病，她早年生活坎坷，心中有积郁，后来工作压力大，经常加班，久而久之落下了病根。这么一闹腾，等我有闲工夫喘口气，发现已经是下午了。周素一直平躺着，双目紧闭，面色惨白。我知道她不舒服，也没打扰她休息，只是坐在一旁默默陪着。妈已经帮我把乡亲们都请回去了，还反复道歉，说是我家照顾不周，请他们别见怪。我在门里把一切都听了个清清楚楚，唯独不知道于家的3个人是什么时候走的。又过了个把小时，周素终于睁开眼睛坐了起来。我上前去抱住她，轻轻抚摸她柔顺的秀发，她却轻轻推开我，用手语跟我说：“你猜到了吗？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？”我犹豫片刻，也用手语回答她：“老于头，就是那个老头，是不是当年侵犯你的人？”看完我比划这一句，周素的眼泪立刻决堤。我紧紧抱住她，这一刻说什么都是多余的。天地茫茫，我们2个苦人互为依靠，是对方最后的希望。周素缓了半天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，当年侵犯他的那个叔叔原本不是他们村的，是从外边过去找村里合作做生意的，谁知最后竟然干出猪狗不如的事情，给他留下了一生的阴影。而那个人的脸，他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，更不可能认错，就是老于头。素，我一定要为你报仇，我对妻子说。周素却抓住我的手，拼命摇头，然后2只手比得飞快。不行，我们赶紧离开就好了，不要再节外生枝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你绝不能出什么事。我咬牙切齿，仇人就在眼前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他？要不是因为当年那件悲惨的事，周素一定比现在快乐。只是我也没有想到，老于头虽然是全县有名的村霸，但居然能把黑手伸到别的村里，侵害那里的小女孩。这样的人如果没得到严惩，那我的乡里乡亲们，我眼前浮现出刚才流水席上一派欢乐的情形，男女老少都是那么开心。我不敢再往下想，看着妻子现在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我想我必须让她置身事外。她很脆弱，已经受不住任何刺激，更不要说面对当年伤害过她的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要向一个人求助。等周素睡沉，已是深夜了。我守了她半宿，这时候才松口气。我知道，经过今天这一番折腾，我妈肯定失眠了。也是这次回来，我才发现她和老黄原来早已分居，2人各睡一间房。来到我妈屋外，我看到窗子里还有昏黄的灯光透出来，甚至我还能听到老太太正在唉声叹气。妈，我轻轻敲门，我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是我妈正站起来。
房门开了，妈显然是刚刚还在哭，鼻头都是红的，脸上还有半干的泪痕。她让我进去说话，目光还往我身后瞟，看上去好像有些担心。等她关上门，我才开口：妈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接着，我把周素当年被侵犯的事情，以及今天见到老鱼头的情况都告诉了妈。妈听完之后，整个人呆在原地，身子一动不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忽然哇一声哭出来。我这苦命的姑娘，我告诉妈，现在全世界只有她能帮助周素和我。我妈睁大双眼，我怎么帮你？我向她提起一个人。我妈听了，神情复杂，犹豫好久才点点头。为了保护周素，防止她再次受到伤害，我连夜联系了在省会的好友钱浩宇，向他说明大致情况。钱浩宇他们家在省城树大根深，找他做靠山准没错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钱浩宇带着老婆来到我们村，把周素先接到他们家里安顿好。周素临走时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目光中饱含担忧和伤痛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有事我会联系你。我飞快地向他打手语。周素含泪点点头，上了钱家夫妻的车。送走他，我立刻按照计划行动。我先开车去了县城最大的百货商店，买了些贵重的礼品，然后开车回村，直奔家里。我敲开后爹老黄的房门，黄叔，黄叔。老黄很快开了门，看见我，脸色阴沉极了。我陪笑，黄叔，没请于叔是我不对，我今天想去上门拜访他，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？老黄的表情一下子变了，他大概很惊讶，我怎么突然就想通了？这种事，老黄当然不能缺席。于是我开车载着他往老于家走。作为村里首富，老于家的宅院也是全村最大最气派的。我上前去敲敲门，从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谁啊？”我听出问话的是于婶。婶子，是我，韩龙。我高声回应。门里边沉默了。还没等我说啥，老黄先急了，他抢到我身前又扣门，嘴里还喊着：“嫂子，是我，小黄啊，我和大龙一起来了，麻烦你们开开门。”我在他背后斜着眼看他，这老东西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，觉得他面子好使呢。于是我也补上一句：“是啊，大叔大婶，就当给我黄叔一个面子吧，求你们了。”老黄转头看我一眼，像是想骂我。于婶给我们开了门，引我们进了于家正屋。像他们家这样在正厅摆着卧榻的，确实少见。老于头就躺在靠窗的榻上，抽着一支烟袋。老黄带着大龙。于婶话说到一半，老于头就抬起一只手，意思是他知道了，不用说了。于婶沉默着退下。老于眯着双眼，还在品味上一口烟。看上去于婶仿佛不是他老婆，而是他的仆人。他从我身边经过时，我们对视了一眼。刚当上新郎官，今天怎么有时间来看我？老于头问我。大叔，婚礼的事还希望您海涵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个小辈计较。我一边说一边陪笑脸，把眼前这两个老头子都说愣了。说着话，我拿出一张名片，双手递给老于头。于叔别嫌弃，我现在在深圳开了一家公司，做出点名堂。老于头接过名片，看了一眼，表情变得有些微妙。这名片是真的，没有假。我在公司的头衔就是董事长，而且我们公司1年前刚刚拿了投资，成为一家知名国企的子公司，因此公司的名称是某某集团 XXX 有限责任公司。老于头肯定是被某某集团的名头震撼了。昨晚我接到总部电话，说有意向在乡镇找地建厂，专门生产高新技术材料。我一听，立刻就想到咱们村我信口胡诌，赌他俩不懂这些，既然问到我头上了，当然不能把肥水流到外人田里。您看是不是？老于头踌躇片刻，点点头。老黄在一旁大喜，就是，好项目必须先想着咱们村，所以呀，我就想找您商量，请您帮我把这个项目落地了。说完，我闭上嘴，静静观察老于头的反应。他打量我，眼神不太礼貌，但我坦然应对。这样僵持了几秒钟，他缓缓开口：“你需要我做什么？”我笑得意味深长，我是想借您老的威望，在村里找地方，有钱咱们大家赚。老于盯着我的脸看，像是在琢磨我的真实意图。老于头当然不可能这么轻易吃我画的饼，我早有准备，请钱浩宇帮我出了一份商业计划书，当然都是编的。钱浩宇是我的好兄弟，这一遭也为了我的计划承担了风险。文书递到老于头手上，看到清晰明确的宪章，他终于松口，条件看上去挺好。我悄悄攥紧拳头，手心里全是汗。我们村在全县虽然位置算偏的，但由于前几年发展的还不错，人口还算多。按照我给老于头看的这份计划书，我们需要在村里征500亩地建厂。我问老于头，动员大伙需要我跟您一起去不？他眨眨浑浊的老眼，不用。看他这样子，我就知道事情肯定不简单，还不知道他会使什么歪手段。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我当然要遵从他的意思。于是我每天就住在家里，和我妈关起门来喝茶聊天。周素离开后的这些日子，我每晚都会跟她视频，她状态还不错。钱浩宇夫妇偶尔也会出现在镜头里，向我报平安。我安慰老婆，别担心我能搞定。周素眼里又泛起泪光。
厄运正在逼近老鱼头。首先是他的确为了征地动用了一些肮脏手段，比如有些村民原本就欠他钱，他就去软硬兼施，利诱加上威逼，让对方拿地出来给他用，这使得乡亲们对他愈发不满。而另一方面，我也没有停止动作。于婶这条线，我是通过我妈搭上的。通过我妈向他打探消息，我才知道于婶这些年过得也很委屈。于婶告诉我们，老鱼头的小儿子于振强并不是他亲生的儿子，而是从外面抱回来的。得知这个重要情报，我有了主意。我请钱浩宇帮我托关系调查了于振强的身世，发现他是在城里一家私立医院出生的，其生母名叫孙秀菊，如今就在那家私立医院做清洁工，一个月赚2000元。但孙秀菊平日的吃穿用度却不像是这个收入水平的人。浩宇告诉我，医院其他清洁工向私家侦探透露，孙秀菊住在城里富人区，平时上班都是开车来，也不知道她这么有钱，为啥要去打扫卫生。侦探跟了孙秀菊几天，发现她竟然和这家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看上去很熟。更惊人的是，孙秀菊还隔三差五带女人到产科做人流，被带去的有年轻女孩，也有年龄比较大的。听完浩宇的话，我心里感到刺骨寒冷。通过人脉，我很快查出一条重要线索，这家医院背后的资方之中，有一家的大股东正是老鱼头本人。真相昭然若揭。很显然，老鱼头已经不只是单纯侵害女性，他发展出了一条沾满鲜血的产业链。要想扳倒这个恶魔，找到那些受害女性是关键一步。事关重大，我决定亲自行动。为了有备无患，我提前安排好几件事。首先是继续编造建厂计划。老鱼头利欲熏心，忙着找地，就不会注意到我的动作。为了把戏做足，我甚至先通过公司账户给他打了一笔定金，让他安心。看到这个人渣收到钱时嘴角忍不住的笑意，我默默握紧拳头，心想这就是我买你狗命的钱。其次，我坚决把我妈带离了村子，怕我后爹老黄起疑心，进而惊动老于，打草惊蛇。我让我妈连夜收拾贵重物品，把手机关机，悄悄跟着我出村，跟谁也不要打招呼。我把她也送到了钱浩宇那边，让婆媳俩做个伴。随后，我亲自去了孙秀菊所在的那家医院。我是在门诊大厅见到这位中年妇女的，尽管有心理准备，但看到她，我还是吃了一惊。孙秀菊并不是什么老太太，她看上去大概只有40多岁，比老态龙钟的老鱼头年轻太多。她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，从被害者变成了加害者。我径直走向她。你好，孙秀菊，对吧？她显然吃了一惊，因为在这间医院，她用的并不是这个名字。我笑了笑，我是有事来找你。我不认识你。说完，孙秀菊拎起拖把和水桶，掉头就走。我拦住她，你就不想见见振强？果然，这句话戳中了孙秀菊。水桶咣一声落在地上，里面剩下的水泼了一地。路人用惊疑的目光看我们。我赶忙低声对她说，介意不说话，在医院附近的快餐店里，我想尽办法说服孙秀菊。她一开始保持沉默，似乎并不想搭理我。但当我提到于振强，特别是他作为哥哥于书强的工具人为老于家做尽坏事，自己却只能背黑锅时，孙秀菊忍不住抬起头，眼神里的情绪十分复杂。你也想救他，对吗？我试探着问。孙秀菊的情绪防线终于崩溃，她捂住脸，眼泪从指缝中流出。她告诉我，这么多年，老鱼头一直供她好吃好喝，再加上拿振强做人质，让她做丧尽天良的事情。具体是什么事？在我的一再追问下，孙秀菊才支支吾吾承认，一直以来，她是在帮老鱼头管理那些大姑娘、小媳妇。这些女人不仅是老鱼头的奴隶，更是他用来拓宽关系网的工具。我还要再追问，孙秀菊却死活都不肯说下去了。她似乎觉得自己说的太多，像是吓破了胆。我再跟你说下去，我就要死在这个地方了。你不知道她有多厉害。我得走了，你以后别再来找我，我知道的就这么多。说完，她拎起随身带的帆布包就冲出快餐店。我刚要叫住她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只见孙秀菊正在匆匆横穿马路，忽然一辆白色的轿车不知从哪冲出来，狠狠撞在了孙秀菊身上。我惊呆了，孙秀菊的身体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，被撞得当场飞向半空。我回过神来，赶紧打电话报警。在公安局，肇事司机边哭边说，俺就是正常开车，这个女的也不走人行横道，还闯红灯，他说的并没有错。说起来，孙秀菊是要为这场事故负全责的。而且这个司机看上去老实巴交，也实在不像有胆量或者心思蓄意杀人的。可是眼前这一切都太巧了，我很难不怀疑这是老鱼头的阴谋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在此时此地，我是没办法知道真相了。作为目击者、报案人，我只是在公安局做了笔录就先行告辞。回到入住的酒店，我把在肇事现场悄悄拍下来的车牌号发给钱浩宇，请他帮我查查。我收到钱浩宇的消息，这个车牌的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于振强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这一家人简直像是着了魔，竟然上演这样骨肉相残的戏码。
更准确地说，这辆车属于本地一家租车公司，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于振强。钱浩宇告诉我，这个车型的轿车由于有电脑中控系统，要黑进去操控车辆是很容易的。也就是说，孙秀菊确实是被于家做掉的。那个倒霉司机不过是替罪羊罢了。大龙，你别怕，我帮你帮到底。钱浩宇在电话里向我保证。我真心感谢这位好兄弟。虽然孙秀菊死了，但在钱浩宇的帮助下，我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老于头侵害过的女性们的信息。我挨家挨户走访，却无一例外全吃了闭门羹。毕竟我们这个地方民风还比较淳朴，说难听点就是观念封建，遇到家丑没人想外扬，这是其一。由孙秀菊的遭遇我也能猜到，老于头的封口费只怕是给到位了，这同样是受害人不愿意见我的原因。就在我走访受害女性的第3天，终于有一个女孩为我开了门。这是个看上去20岁上下的年轻姑娘，叫王月，住在城中村。她开门的时候似乎被外面的日光晃了一下眼，应该是很久没出过门了。我注意到她身后的屋子里的窗帘也全都拉着，整个房间黑乎乎的。你好，请问你认识一个姓张的清洁工吗？我问王月。孙秀菊在医院里当清洁工，就自称姓张。我原本做好了再吃一次闭门羹的准备，谁知道王月一听我的话，立刻嚎啕大哭。她放我进了门。在这间黑黢黢的斗室之中，王月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。她和周素一样是无父无母的孤女，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，却不小心被老于头看中奸污，最后成了他的长期小老婆，归孙秀菊管理。老于头老奸巨猾，将自己的小老婆们分散在本县各个地方。王月原本是从未见过其他小老婆的，只是一次老于头有个重要客户要接待，组织所有小老婆一起去迎宾，他这才在一家私人会所见到了其他女孩，一共有10几个人。王月说到这里，情绪几乎崩溃了。我将他讲述的一切都录了音。这份录音我可以交给警察吗？我问。可以。王月点点头。我咽下一句话。王月看出我想说什么。我已经被他们弄得人不人鬼不鬼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已经没有亲人，也没人在乎我。他就算要来弄死我，我也认了。我死也要拉这个老货垫背。他咬牙切齿。王月不顾安危也要揭露老于头的暴行，我又怎么能将她这个弱女子置于险境？于是我再次恳求浩宇帮忙，将王月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。有了这份录音证据，我就可以去报警了。正在去往公安局的路上，我被2个人拦住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于书强、于振强兄弟。韩龙，这几天你挺忙啊。于书强把嘴里叼着的烟头摔在地上，用鞋底左捻右捻。借过。我要从他们身边走过去，却被于振强伸手挡住。我心里暗叫不好。果然，只听梆的一声，我后脑勺一阵剧痛，眼前一黑。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。我是在医院里醒来的，一睁眼我就看到一张无比熟悉的面孔，是我老婆周素。她眼里泪光盈盈，见我睁开眼，嘴里啊呀地发出声音。我很想坐起来紧紧抱住她，但我的身体根本动弹不得，就好像被钉子钉在了床上，只要稍微一动就浑身剧痛。快躺好！这声音来自病床的另一边。我艰难转头，看见了我妈。这2个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女人，在我床前泪流满面。没事，我没事。我说着安慰的话，却发现自己的嗓子十分嘶哑。等警察和我的朋友钱浩宇来到病房，我才知道了后面发生的事情。原来于家兄弟将我打晕之后，就把我带到了他们的一个据点。在那里，他们检查我全身上下的物品，除了一只因为要我睁眼刷脸才能解锁的手机之外，什么也没找到。当于家兄弟找人试图解锁我手机时，他们触发了一个程序，但是我老婆周素，这位优秀的程序员，在离开山村之前，特地在我手机里安装的报警系统，只要有除我之外的人试图解锁手机，不管他们用的是哪种手段，都会触发程序内的警报器。此时，手机会自动做2件事，一是向110短信报警系统发布预设好的求救信息以及我的 GPS 定位；二是拨通钱浩宇的电话。就这样，警方和浩宇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我。知道这一切，我抱着周素大哭起来。1个月后，我痊愈出院。老于头的案子也很快告破，他涉嫌故意杀人罪、强奸罪、拐卖妇女罪、行贿罪等重罪，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死刑。他的2个儿子以及与他有利益勾连的相关人员也全部归案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当地妇联介入，对本案涉及的受害妇女进行了妥善安置。得知这些结果，我心中不免唏嘘。于振强直到锒铛入狱也不知道，他帮父亲杀害的孙秀菊正是他的生身母亲。一切尘埃落定，我和周素、我妈一同回到深圳的家里，过上了平静的生活。1年后，我妈与我后爹老黄的离婚官司也有了结果。我妈一开始是想与老黄协议离婚，不料对方死活不答应，还说要到深圳来找我，让我给他养老。原本我妈是觉得这婚离不离也无所谓，一听老黄说这话，我妈无论如何也要跟他离。她不怕自己受苦，
但绝对不能让老黄拖累我，这才有了后来的官司。虽然过程麻烦，但最后好歹是还了我妈的自由身。只是我给我妈买的房子不得不分了老黄一半，我妈很心疼。我安慰她，这点钱对你儿子来说不算啥，别心疼。我妈笑着捏我的脸，就你能耐。她告诉我，如今于婶也离开了村子，现在在广州打工。我心念一动，让我妈把于婶的电话发给我，拨通这个号码，我说明来意，您也是我的长辈，我在广州有朋友开餐厅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可以过去帮帮忙。电话那头沉默良久，接着是哽咽的声音，谢谢你，大龙。挂断电话，我望着身旁神情凝重的老母亲，还有我那怀孕5个月、肚子明显隆起的妻子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就当是给未出世的孩子积阴德吧。周素握住我的手，她的眼神是那么温柔。我爱你，我用口型对她说。她笑了，笑得那么美。晚安。